房地产市场的寒冬正在蔓延全中国，给整个金融体系带来了深重打击。根据各大银行2023年年报数据显示，仅国有6大银行的个人房贷就在去年减少了超过5000亿元人民币。这种房贷业务的大幅缩水，已经引发了市场和舆论的广泛关注。有人甚至担心，这可能标志着中国正在走向一场次贷危机的重演。事实上，这样的担忧并非完全没有依据，因为从多方面指标来看，中国房地产市场已经陷入了严重的衰退通道，而且对银行业乃至整个金融系统都构成了巨大的系统性风险。首先是房地产销量的持续下滑。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，2023年1至3月，全中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 11.6%， 其中住宅销售面积同比下降 12.5%。房地产开发投资也呈现负增长，1至3月同比下降 4.7%。这意味着购房需求正在大幅萎缩，销量和投资都在急剧下滑。其次是房价的普遍下跌。从2021年开始，全中国1线城市、2线城市的房价就已经出现下行。到目前为止，一些热点城市的新房价格已经回落到2020年水平。尤其是在3、4线城市，房价跌幅更加严重，有的城市甚至出现了腰斩式下跌。这不仅让广大购房者蒙受巨大损失，也让银行面临巨大风险。再次是房地产开发商的普遍陷入困境。受需求和价格双双下跌的影响，许多开发商出现了现金流紧张，甚至爆发了违约危机。知名房企恒大集团的破产倒闭只是冰山一角，在其后续影响下，许多2、3线房企也纷纷陷入财务危机，这让银行不得不面临着巨额不良贷款的隐忧。最后是银行房贷业务的大幅萎缩。根据国有6大银行2023年年报数据显示，他们的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合计下降了超过5000亿元，创下近年新低。这说明，在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的背景下，全中国范围内购房需求正在急剧降温，银行的房地产贷款业务也正遭受巨大压力。这些数据无疑不再昭示，中国房地产市场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萧条。不仅房企陷入困境，购房者也纷纷望而却步，银行的房贷业务也雪上加霜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人们不禁要问，这是否意味着中国正在走向一场次贷危机的重演？最近几年，中国楼市曾被形容为房地产永不倒的刚需天堂，但是现在看来，这一切都成为了过去时。房地产市场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寒冬，给整个金融系统带来了巨大的冲击。要知道，在美国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之前，房地产市场的泡沫也是逐步积累，直到最后终于崩溃。而当时，美国的金融体系也是高度依赖房地产抵押贷款，这使得次贷危机一旦发生，就迅速传导到整个金融系统，造成了全面性的金融危机。遗憾的是，今天的中国似乎也正在重复这样的悲剧。从银行房贷业务的大幅萎缩，到房企的普遍陷入困境，再到购房需求的急剧降温，这一切无不在昭示着一场房地产危机的悄然到来。而对于整个金融体系来说，这无疑都是一场巨大的系统性风险。以国有6大银行为例，他们的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合计下降了超过5000亿元，这意味着银行的房地产贷款业务正在遭受巨大冲击。而如果我们进一步深究，就会发现，这些个人住房贷款并非只是简单的房贷，还包括了大量的经营贷。所谓经营贷，其实就是居民利用房地产抵押，以极低的利率从银行获得贷款，用于日常生意经营。这种做法之所以广为流行，是因为房地产抵押贷款的利率通常要远低于一般的经营贷款利率。但是，这种做法也蕴含着巨大的风险。
一旦房地产市场出现下跌，那么房地产的抵押价值就会大幅缩水。这不仅会给银行带来巨大的风险敞口，也会让那些依赖房地产抵押的居民经营陷入困境。而当这些居民无法偿还贷款时，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就会大幅攀升，从而导致整个金融体系面临系统性风险。这种情况与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的发生机理如出一辙。当时，美国银行也是大量发放了以房地产为抵押的贷款，但是，一旦房地产市场开始下跌，这些贷款迅速变成了不良贷款，最终导致整个金融体系陷入崩溃。而从目前的情况来看，中国似乎正在重复这样的悲剧。银行的房地产贷款业务正在大幅萎缩，房企也纷纷陷入困境，购房需求也在急剧降温。这意味着中国金融体系正面临着巨大的系统性风险。更令人担忧的是，这种风险已经开始在各个层面显现。根据报告，截至2023年末，6大行中有5家按揭贷款的不良率同比出现上升，其中工商银行和建设银行更是上涨了5个基点。这无疑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信号。同时，从个人房贷逾期率的情况来看，也令人忧心忡忡。据统计，根据主要银行的数据测算，个人房贷逾期率已经升至近4年来的高位。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借款人已经无法按时偿还贷款，这无疑会进一步加剧银行的不良贷款风险。而这种风险并非仅仅局限于银行层面，还会进一步扩散到整个金融体系。以恒大集团的破产为例，它不仅给参与其项目的众多小投资者带来了巨大损失，同时也给整个房地产行业带来了深重打击，导致整个产业链陷入了泥潭。更令人担心的是，这种危机还可能进一步向其他领域蔓延。比如说，随着房地产市场的持续低迷，许多依赖房地产行业的相关产业也将受到波及，从建材、家具到装饰等行业都将面临巨大压力。而且，房地产行业的衰退还可能引发消费需求的持续疲软，从而对整个经济产生拖累。毕竟，房地产不仅是中国 GDP 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也是拉动消费的重要引擎。一旦这个引擎失去动力，整个经济都将承受巨大压力。因此，如果说2008年的次贷危机曾经给美国经济带来了巨大冲击的话，那么今天的中国金融体系恐怕也难逃一劫。当前，房地产市场的腰斩式下跌，银行房贷业务的大幅萎缩，以及企业和个人借贷风险的集中爆发，都在昭示着一场次贷危机正在逐步兑现。